好，回到节目，我们就来看美中之间的科技争霸。就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中美大打经贸战的同时啊，中国大陆在晶片技术上面又传出有了重大的新的突破。这个是北京大学人工智慧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孙仲，他所领衔成功带着团队呢研制出了一款基于组变记忆体ReRAM 的高精度可扩展模拟矩阵运算晶片。那首次呢在这个计算精度上面达到了可以和数位计算相媲美的水准。在大规模讯号侦测这些相关运算当中呢，这款记忆体的效能也比现有的 GPU 要提升100倍，甚至号称是有1000倍啊。另外呢，武汉大学专案研究团队也宣布，在北斗高精度定位和授时晶片研制，还有就是通导遥一体化应用的领域有重大突破，研发出了北斗高精度定位 SoC 晶片啊，跟这个室内室外无缝定位的模组，打破了高通还有博通这些国外大企业的技术封锁。现在看到就是说，包括北大、武汉大学这两个团队在晶片研发上面纷纷传出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消息啊，证明了是不是说中国大陆的晶片技术确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只是时间问题啊。那骆老师怎么看它？也代表的是不是说美国先前我们所提到小院高墙、围堵、封锁，其实效果真的不大？在这里我们必须肯定中国大陆它在理工这方面的发展确实是越来越进步。中国大陆一年有200万以上的理工系毕业的大学生投入的这个职场，所以对于它的 AI 的这个发展跟晶片设计的确是有很大的加分作用。那美国我们知道在半导体领域里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全部的供应链。美国在 IC 设计它是最强的，台湾在晶圆制造最强。日本在这个特学化用品不错，荷兰在这个设备是很强的，那南韩呢是在记忆体是很强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主导所有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那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出来，表示它在自主设计跟材料创新里面获得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将来真的能够运转量产，那的确是在 GPU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可是中国还是要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它还是没有办法生产最先进的晶片，7奈米以下的，它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它目前还是输给我们的台积电，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的三星，这是无可厚非的。第二 ，EDA 这软体的运作还是要靠美国不管是新思科技，还有易华科技，还加上德国的西门子，都掌握 EDA 的设计软体。第三，它的设备还是要靠 EUV 啊，那它现在没有 EUV， 它都是用 DUV。DUV 能不能够做出 EUV 的这个效果？它受到高端设备材料的限制。第四，它在封装测试这部分里面，因为它没有先进的晶圆代工的晶片，所以封装测试它也没有办法达到先进。目前这一部分还是台积电是领先的，台积电本身就自己制作封装跟设计。第五，这个是实验，这个是不管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它是一个实验，它也没有办法达到量产，它有没有做出很好的良率？它怎么能做出一个整个生态系？这对中国来讲还是一个考验跟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它有做出这个，这也是迈出了一大步。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替他们高兴但是要完成这所有的晶片自主能够全部的供应链你都能掌握，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还是那句话，不要低估了中国大陆科研的实力啊！因为科技研发的话，除了一方面是要寻求突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想办法呢。就像美方现在做的，要封锁啦、围堵啦，要拖慢对方研发的速度要双管齐下才行。但是中间的漏洞也许很多那特别讲到人才的部分，在成熟晶片的这个部分彭博10月23号有报道说，最近大家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说这个荷兰代理经济部长呢，他就援引了冷战时期1952年物资可用法出手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有持股的晶片制造商。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安氏半导体还罢免这个安氏的执行长张学正。北京方面立刻就祭出了反制，就是什么呢？切断中国广东厂跟荷兰母公司的营运联系，并且呢恢复向中国大陆国内供应半导体，所有的销售呢也都必须以人民币结算这样的规定。好，所以邱老师看到这次我想先问的是，荷兰的这个动作后面一定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吧？我觉得美国的把安氏列入那个实体贸易实体清单是一个点。
一个开端了。对，但是这个不是仅仅只是封杀或者是为了压制中国的晶片科技这么简单，这背后有非常大的商业利益。就我们在看这一整个事件的发展，有非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目前很少看到，因为国际贸易或是公司在全公司的治理或管理的模型架构，这个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并不是说在荷兰的公司他们就有一套特别的做法，美国公司有另外一套特别的做法。就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这么成熟，已经这么多年的情况底下，一家公司里面决策董事会做什么事，执行长做什么事，底下每个部门做什么事，公司的所有权应该是怎么样计算？其实这是你英国公司、欧洲公司、美国公司都是一模一样的，它包含台湾的公司也一模一样。但这次荷兰为什么直接援引1952年物资可用法？就是他知道直接去干涉，就是在现在这个公司治理架构、全球的公司治理架构底下，这会打开一个非常不好的范例，而且一定会被抨击，所以他援引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战争法案，他要有一个法源依据。对，但是谁告诉荷兰政府要援引这个战争法案？这不仅仅只因为美国政府只做了一件事情，美国政府就是把安氏放到那个清单里面。那到底是谁策划了一整个从荷兰政府发动的这个？如果我们大家知道安氏半导体的背景，安氏半导体在2017年，它原本是飞利浦转投资的子公司底下再分支出来的，它其实不赚钱。它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快要倒，在那个时候才由这是中国大陆的这家公司去买了以后，在2022年、2024年分别2次重大投资，非常多的钱，然后把这家公司救起来。文泰科技才入股。对，那文泰科技好不容易把安氏半导体盘活了，救起来了。那现在美国把这家公司列入贸易实体清单，其实对安氏半导体本身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本来就有除外的，因为欧洲的部分其实并不受这个法案影响。但是有人，我们目前听到有很多，现在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内幕消息，就安氏半导体本身内部有人想要再把这家公司买回去。因为2017年的时候它是赔钱的嘛，但是现在安氏半导体非常赚钱，而且我们在看未来，包含5G 还有新能源车上面会用到非常多安氏半导体生产的这些芯片。对，过去可能用不到，因为过去新能源车没这么多。那现在新能源车以及人工智慧这些新的开发场景应用都会用到安氏的产品。那安氏，所以大家就看到影响就变得很大了。对，那我们目前在看，就是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谜团，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所讲这么单纯，就只是荷兰政府想要发动。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安氏半导体内部有人配合，荷兰政府是没有办法做这个。而且我们常常讲说是个案研究哈，这个个案会不会只是单一个案，还是说此例一开以后呢，大家比照办理啊，大家都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哈，后面有美国的压力吗？当然有美国压力啊，这个 definitely 啊，对，这个是从川普1.0就开始，就像欧洲国家有在科技方面、通讯方面施压，不要让中国进入你的供应链或当你的供应商等等啊，或经营什么能源公司之类的。所以这个大概是2018年就开始了。那拜登政府有延续川普1.0相关政策，那几乎欧洲国家都配合，哪有公开反对美国这方面？所以其实，在欧洲不管是左派右派，因为其实很多在过去几年，欧洲主要国家换政府的这个现象真的是很普遍，不管是英国、德国等等。我们现在讲，但是不管谁执政，他们几乎在这方面就是抗中都是算是一个欧洲左派、右派跟美国一个大的共识。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讲说美国给压力哈，不管是这个国家像荷兰，或者说它的这个企业哈，比如说像是艾斯摩尔啊，他们现任的 CEO，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他就是在2025年第3季度的财报大会上面表示说，虽然说中国大陆的企业在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啊，刚才也提到光刻机啊，仍然有很高的需求哈，但是中国大陆自己也在研发开发自己的光刻机哈，准备在未来要抛弃并且替换掉艾斯摩尔的产品。那彭博
也报道，就是现在讲到这个安氏半导体呢，他们是采取欧洲研发、中国制造的商业模式，设计重镇放在欧洲。中国大陆的工厂呢，负责全球70%产品封装的业务。但是在北京实施了刚刚讲反制措施之后呢，就是影响就大啦。这个欧洲主要汽车零件供应商也传出，最快1个礼拜之内就可能面临晶片断料哈。所以你看，像是福斯啦、宾士啊，都传出灾情啊，希望真的不要越走越坏。好，所以也看到了荷兰总理就出面，管家表示说，哎呀，荷兰政府啊出面来接管安氏半导体的行动，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啊，不要误会啦啊！中方呢现在就要由他们商务部长王文涛啊，预计在新的一周要进到这个布鲁塞尔去进行会谈啊。所以其实荷兰政府在出手前，难道没有想过，就算来自美方的压力，没有想过这后续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啊？周老师。我认为这个很显然是荷兰政府的一个错误的计算哈。我想我们先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简短讲一下。安氏半导体的这个持股公司是这个文泰科技，文泰科技在2024年12月就被美国制裁了，所以当时文泰科技怎么做呢？他就把他的，因为文泰科技其实这家公司是全世界第3大的这个所谓的代工厂，就是手机代工厂，它是苹果在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生产商。所以他在被制裁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个这些工厂呢，准备出售给立讯科技，在广东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啊。那所以当然这个当时就涉及到这个安氏半导体的问题，所以当时荷兰政府表示说，这个制裁不会影响到安氏半导体。啊，这个制裁只适用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文泰科技，不会适用于文泰科技所持股的100%持股的安氏半导体。当时是这样讲。当时是这样讲，但是当然，如果当美国有压力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想怎么样避免安氏半导体受到影响，所以他可能看到了文泰科技所做的一个做法，就认为说未来是不是文泰科技可以把这个股份呢就转移给荷兰企业啊，或者荷兰政府，或者荷兰政府暂时接管，然后以后再转手。我不知道荷兰政府怎么算，但这一步显然是算错了。因为他这一次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太过的仓促，而且他要求就是换掉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执行长张学正，张学正就是文泰科技的创办人，非常有趣的是张学正是毕业于这个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也被美国制裁了啊。那么张学正他是出身这个意法半导体通，后来也在这个中芯科技、中芯通讯做过总经理的这个特助。那所以他当然就是说，他创办这家公司也算是一个很传奇性的公司，因为很快成长很快嘛。但是荷兰政府这么一做哈，就反而引起了中国大陆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反击。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看到的不是荷兰，他看到的是荷兰背后的美国。对，所以他等于是就是要避免美国运用荷兰来这个压制中国大陆。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思维是这样，但是荷兰政府可能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它，纯粹只是希望当然我这也是我对荷兰政府的解读，就是扣除掉美国压力之外，也是希望说，安氏半导体不会成为美中角力的一个焦点，结果反而适得其反。这不是已经 too late 吗？已经晚了，误判已经晚了，已经。我不会说误判，但是问题是这个已经是变成欧美之间针对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了。对，所以已经 too late， 真的 too late。对，所以现在不管是借刀杀人也好，或是隔山打牛也好，就间接的施压给荷兰，让荷兰去来对付这个刚刚我们讲说文泰科技在安氏的持股的这个问题。那对美国来讲没有差，因为影响的不是荷兰吗？美国对这些就是跟中国有关科技的相关出口限制，或像不管是 ASML 或去日本相关公司，是啊，美国都是以一个大动作的政策方法来实行政策了。他们不会，目前美国不会考虑那个是旧科技了，成熟科技了。虽然我们都会认为，Nexperia 安氏的这些晶片就是提供给汽车，不是提供给解放军的最新科技了。对，应该没有关系了。我的意思是，但是美国的政策都是第一个动作就是好大的动作，通通全部都禁止了。对，我的意思是说，不管光科技也好，不管是现在提到的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晶片也好，它影响到的是荷兰的出口，但是对美国来讲没差。影响的是你荷兰，不是我美国，不是吗？我觉得这个
美国不是这样考量 OK 美国就是考量中国手上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科技，这是美国要所以透过各种的管道想办法，就是达到我们刚刚讲说唯一。当然美国的想法是我们美国要永远领先，所以要禁止就禁止，我说什么设备或软体输出到中国去，要禁止就禁止，这个是目前美国的政策。所以我刚刚说，美国都是以这个概念来实行政策，不会考虑到那才是9科技所以简单来讲，美国逻辑就是为达目的了。所以黄仁勋常常批评OK 对不对？他常常批评说，我们要为了维持领先，不要禁止9的比较成熟的科技输出到中国。他说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商用的科技，不用担心的。Ross 讲到了美国的逻辑思维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领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